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总是在吸引相似的人走进你的生活？无论你选择是谁作为伴侣，剧情怎么变化，最后受伤的结局总是相同。你以为是命运反复捉弄，其实是你身体里仍有前任的频率驻留。那不是回忆，是未被清理的能量残影。在你最赤裸、最柔软的时候，这些能量悄悄进驻，并从此留下烙印。性爱不只是身体的相遇，而是能量的深度交融。你曾经向谁敞开身体，就可能也为他打开了你的心轮、你的生殖轮，甚至整个脉轮系统。这些身体部位吸附的不只是激情的余温，更可能是对方未说出口的恐惧、未解的创伤，甚至是压抑的情欲或对未来的绝望。为了分手后重新开始，你换过床单，剪过头发，搬离过住所，却从未对自己的能量场做过一场深层清理。你说你早就放下了，但当新的恋人靠近时，仍会重复过往的人生剧本。你明知道这不是爱，却仍被吸引；你明知道这样的人不适合，却忍不住靠近。那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你体内的某段频率仍与某些过去的能量共振着。甚至有时你会怀疑，那些突然爆发的情绪，那些无法自控的反应，那份不合时宜的欲望，究竟是当下的真实情感，还是某段早已过去的能量记忆在体内悄悄运作？我们讨论性不再觉得羞耻，但是关于什么是爱与能量，却越来越模糊。当激情过后，某些能量会沉淀在身体之中，就像房间里的气味、衣服残留的余温。极少有人了解分手后我们该怎么做。实际上，不仅仅需要重整生活节奏，我们的身体也有它的残留能量需要清理。那些残留若不及时清理，它们会在你下一次拥抱时，以你未察觉的方式再次现身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丽莎·埃里克森是美国能量疗愈专家、畅销书作家，她是将脉轮系统与女性创伤修复深入整合的代表性人物。她早年钻研东方脉轮理论与西方心理能量学，并在多年教学与个案辅导中，实际指导过数百位受创女性，协助她们透过能量觉察与身体练习，重建自我主权与内在稳定。其代表作《女性脉轮赋能》不只是一本自助书，更像是一部身体能量导航图，帮助女性理解我们的身体不只是载具，而是一套能量资料库，记录着关系中的开放与受伤。他指出，女性的脉轮系统不仅是7个灵性能量中心，更像一部多层镜头的摄影机。当外界事件触及时，能量进入的顺序往往从骨盆底开始曝光，那里是性、创造力与生存本能的储存室，接着由心轮显影，形成情感的记忆与认同，最终在顶轮定板转化为潜意识里的信念与生命脚本。这3重过程彼此叠映，若其中任意节点受阻，就会如胶卷错位，使得当下情绪与行为不自觉地重播过往创伤的片段。在他的理论与实务课程中，这些影像般的能量底片并非难以转换，而是需要被看见、命名，并以具体的身体练习重新编码。这正是他在能量疗愈领域中对创伤后觉醒的深度贡献。他强调，前任留下的低频讯息，尤其是与性爱有关的创伤或未尽的情绪，极易滞留在骨盆与子宫的能量场中。这些讯息可能以疲惫、羞耻、无理由的焦虑，或在亲密时刻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表现出来。若未被觉察与释放，它们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情绪记忆云。
干扰当下与未来的亲密关系。他在著作中指出，如果那些亲密经验真的留下了什么在身体里，身体会记得，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能再次直面那些曾被触碰的地方，重新看见这些残留的情绪记忆，重新选择自己要保留什么，又要释放什么？我们的身体不只是储存情绪的容器，更是一座记忆与能量的编码器。每一次亲密接触都可能在体内留下深层的能量印记，成为影响脉轮与气场运作的潜藏讯号。这些印记不会随着关系结束而消散，而是像电脑的背景程序一样悄悄运行，影响我们的情绪与选择，甚至在熟悉的气味、一段对话或某个身体动作中被重新唤醒。在印度瑜伽传统中，脉轮是人体的能量中枢，分布于身体中轴，从尾骨的海底轮到头顶的顶轮，每个脉轮掌管不同的生理与心理功能。当我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，特别是性爱关系时，这些脉轮会以无形的方式相互联系，交换能量，形成一种独特的能量契约。性高潮是最猛烈的能量送出时刻，那一刻，爱与欲望将双方推入感官和灵性觉知的场域中，如同进入另一重时空的临界缝隙。能量印记如墨滴入水，扩散迅速且不可逆转。那些涡旋会附着在神经节点、内分泌循环与气场通道之中，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某个回音室里，让每一次亲密接触都可能唤醒过往未尽的故事。然而，当关系结束，这些能量契约并不总是自然消散，它们可能允留在我们的脉轮系统中，像未被阅读的信件，堆积在灵魂的角落。尤其是生殖轮与脐轮，这两个位于骨盆区域的脉轮，与性、创造力与情感联系最为密切，容易成为前任性爱能量的驻留之地。这些允留的能量可能表现为莫名的情绪波动、对新关系的抗拒，甚至身体上的不适。性爱能量并非单纯的记忆，而是灵魂层面的印记。若这些能量未被释放，就会如河床里的石块，使原本应该流动的脉轮系统产生淤塞。它们不只影响我们的情绪，更可能在潜意识中左右我们的关系模式与选择，让旧的创伤一再重演。清理不是否定，而是让自己有权选择新的流向。在每一段亲密关系中，能量的交融并非偶然，而是源自灵魂层面未被言说的契约，一种深层的召唤，牵引着我们走向某个特定的人，经历特定的亲密。那份难以言喻的吸引力，其实是来自灵魂之间为了成长、觉醒与修补而约定的相遇，有时温柔，有时剧烈，但从不无意义。性爱是灵魂彼此渴望进入深度融合的体现，它不仅止于肉体上的接触，而是一种能量场域中的交汇与共振。当两人进入亲密状态时，双方的气场会开始重叠、渗透，潜意识中的信任与敞开将原本的心理防卫与能量边界暂时瓦解，使彼此的能量得以无阻的流动。高潮是这场交融中最剧烈、最纯粹的形式，在那一瞬间，灵魂如被唤醒，并在彼此间留下深刻、难以抹除的频率印记。丽莎·埃里克森在著作中指出，性爱的本质不只是亲密关系的顶点，它还揭示了一种深层的能量互动。他认为，女性在性行为中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处于接收与吸纳的状态，这不只是生理结构的结果，更与脉轮系统的开放顺序有关。自下而上，从骨盆进入，再经由心轮传递，最终印刻于顶轮之中。这使得性爱成为一种能量转移的通道，可能带来强烈的滋养，也可能引发深层的创伤重现。
许多人在追寻所谓完美的灵魂伴侣，但其实并非每一个进入我们生命中的人都是完美的。真正的灵魂伴侣并不总是浪漫、和谐，有时候他们会挑战你、刺激你，甚至激起你内在最深层的恐惧与渴望，目的是帮助你觉察、成长与蜕变。每一场相遇其实都具有特定的灵魂意图，无论愉悦或痛苦，都在推动我们朝向灵魂的更高版本前行。同样，并非所有两性关系都是滋养的。健康的能量进入体内，让你感觉到力量增长，情绪稳定，充满喜悦与爱意。相反，消耗的能量进入，则让你在关系中逐渐感到疲惫、不安，甚至失去自我。我们可以透过清晰的感知，去觉察自己在和异性发生关系后的情绪变化，分辨哪些连结正在滋养我们，哪些则在慢慢侵蚀我们内在的能量。因此，埃里克森指出，女性的能量系统更倾向于吸收与内化，在性爱中更容易成为能量接收者，因此比男性更需学习能量边界的设立与清理。真正理解这些交融背后的灵魂契约与意图，我们才能停止与旧有的能量产生共振，从而以更觉知、更稳定的姿态迎向新的爱人，并在每一次亲密关系里找回灵魂真正渴望的连结、自由与完整。重建边界是女性力量真正苏醒的象征。你的身体不再是被他人定义的载体，而是你内在主权的核心场域。每一道边界都是你对自己价值的确认，每一次说不都是你灵魂的一次重新校准。过去的你也许为了被爱，习惯压抑感受，忍让情绪，牺牲直觉，但你终将发现，那些看似和平的交换背后藏着灵魂的耗损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重建边界的时刻便悄然来临。真正的边界不是筑墙，而是让你在关系中仍能保有自己；不是隔绝爱，而是让爱的靠近变得清晰、干净，不含杂质。你不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，而是开始笃定，能靠近你的人必须是一位理解你灵魂节奏，并愿意见证你灵魂自由的人。当你重新设定边界，你的能量会变得安定，你的眼神会变得明亮，你的生活将不再充满怀疑与消耗，而是多了空间，多了呼吸，多了真正想要的靠近。你不再急于抓住谁，而是静静选择谁值得进来。这样的你已经不再从缺乏中寻找爱，而是从完整中发出邀请。这是新的开始，是你为自己筑起的光的圆圈。在这个圆圈之内，你是完整的、自由的、清醒的。而那个真正值得你的人，会在你不再迷失自己的时候出现。重建边界，不是为了拒绝他人，而是为了回到你最真实的样子，那个不需要委屈、不再交换、不再讨好的你。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善终，也不是每一次分离都能彻底清空。你可能早已走出那段关系，但身体却还记得。那些记忆未必清晰，却以频率的形式留在你的能量系统中，影响你如何再次与他人建立连结，或避免在爱面前退缩。你将透过具体实践，学会断开残留的频率连线，释放身体中的情绪记忆，并以祝福的方式完成这段灵魂合约的清理仪式。以下是根据丽莎·埃里克森的理论设计出的切断、释放、祝福3阶段冥想实践步骤。第一步，切断。请在一个安静、稳定的空间中静坐，将意识集中于骨盆区域，观想一团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在该处缓缓扩散。此刻，请让内在直觉浮现那个你知道仍与你有能量纠缠的人，无论是前任、现任或任何曾与你深度交融过的人。将这个存在的能量召唤至你的意识场中，不需具体形象，
只需静静感受它是否靠近，是否沉重，是否依然牵动着你，仿佛你正与这段过往最后一次对视。观想一道温暖而坚定的光剑，自你心轮处缓缓滑下，切断与对方之间的能量连结。这是灵魂温柔的告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默念：我感谢你曾经的陪伴，现在我选择让彼此自由。第二步，释放，继续前段冥想，转而将注意力投射到自己身上。使用3-6之吸法，3拍吸气，3拍停顿，6拍缓缓吐气，于每次吐气尾端发出低频嗡鸣声，观想声波从骶骨升起，沿脊柱向上扩散，将残留的旧能量震动释出。重复数轮，观察身体是否出现松动、轻盈或释放感。第三步，祝福，将意识停留在心口，观想一道金色光流由心轮向全身扩展，包覆全身能量场。与此同时，将正向的祝福语投射出去，例如：愿我与你皆安好，愿我们都能自由前行。再深吸一口气，让这份祝福成为你与过去能量之间最圆满的结语。正如丽莎·埃里克森在能量疗愈教学中所强调的，仪式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意图与能量的契合。透过这3个步骤，我们能在物质与能量2个层次上同步释放并重构自我，清晰地标记过去关系与个人主权之间的界限，回到为自己而活的生命状态。这并非迷信，而是一种内在整合的方式，让你在面对伤痛时有具体的行动可依，也让灵魂明白自己正在踏上全新的震动旅程。你不是需要变得更好才配得上爱，你只是需要释放那些不再属于你的残影。清理不是拒绝爱，而是重新设定你情感的边界。你不是封闭自己，而是重新拿回那把门的钥匙，决定谁值得进入，谁只是短暂经过。你不再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静静地成为那个自带光芒的人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靠牺牲赢得的，而是在彼此完整的状态下，自由选择的靠近。那些走进你生命里的人也会不同，他们不再是来填补你的，而是来与你共振的。他们会尊重你所设定的每一道边界，而不是试图穿越它。所以，请记得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回归，回到你自己，回到那个不再向外寻求认可，而是能温柔凝视自己，拥抱自己，允许自己再次去爱的你。回到那个就算周围一片寂静，你也能与自己并肩而行，不再害怕孤单的你。从你愿意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起，新的爱已经在路上了。这一次，你不再是遗忘自己来迎合谁的人，而是从光里走来，带着完整与清明，走向自己真正选择的方向。你才是最值得被好好疼爱的人，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怀疑自己，也不会让你耗损能量。他的出现会让你感到被尊重、被理解，并让你能够在爱中保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。这样的爱不会在混乱中出现，而是在你选择回到自己，笃定自己值得被爱的那一刻才会到来。